俺儿媳妇太不懂的事了啊！我叫我的嫁妆都给她了啊！她说我这个银元宝是假的。怎么可能是假嘞？我这一上手，这都是一眼开门的东西啊！50两的商定，看着非常漂亮。这我一听你都是个行家啊！他又说又脏又臭哦，咋说都是假的。那儿媳妇应该是嫌弃这个银锭，其实真假完全没啥问题。这上面发黑了呀，这是他的褒奖。这个臭味的话，我更是没有闻到。倒是你这个字口和品相还挺不错。咱说句不好听嘞，那这儿媳妇这是和钱过不去啊？说来说去，都是因为钱。哦，这个银元宝我放到家里，我恐怕谁给我偷跑了。哦，我当塑料布一包，我埋到俺猪圈里头了。哦，放哪都无所谓，只要安全就行。放在猪圈里也很正常，因为你这外面包的有塑料袋，密封的比较严实。如果受潮的话，你这个锭子啊，应该都变成水坑货了。反正这个东西他嫌臭，他又说这个东西跟那年地摊上能卖的都是一样。哦，他说几十块钱都买了，几十块钱的东西不至于，地摊上几十块钱一个的，和你这个材质都不一样。他们那都是白铜做的，几十块钱卖出去，他们还有钱赚，而你这个可是白花花的雪花银啊。他说这个银子反正也不纯。他说都是银子吧，他说也不定钱，也卖不了几个钱。过去的老首饰，它确实是银子不纯，那是有原因的。因为含银量越高啊，它这个熔点也就越高。过去人的工具有限，只要是往银子里边加点铜，它才能更方便加工首饰。而你这50两的银锭含银量，这都是达到99%以上了呀。我这个儿媳妇啊，她太精明了。其实上他想要1万块钱，你给我看看这顶1万块钱不顶？要1万，你给他1万不就行了吗？你拿他不喜欢的东西，除了嫌弃还是嫌弃。你这个儿媳妇也算聪明反被聪明误吧？这银锭你就是卖破烂也能卖个1万多啊。那照你这样能说，我给他1万块钱满足他，剩下几千块钱我留着我花。大爷，你能这样想就对了。我看你这年纪啊又恁大了。鉴于你这个银锭状态又这么好，我也不能欺负你按破烂卖。我给你详细的看一下啊，50两的商锭，光绪年，它这是属于光绪年的锭子，少说距今也100多年了，字口非常明显，河南丰茂人的银号，就凭这2个钢印这明显，这一看就是典型的好锭子。真假为什么说你不用担心？你看这上面打了有很多钱庄都已经帮你鉴定过了，耳朵几乎没有什么磕碰。毕竟啊，这是100多年前的东西了，有流通痕迹也很正常。最后来看一下它的蜂窝，它这个蜂窝啊，就是在铸造的时候留下的气泡，看着比较自然，而且呢，你看还略带一些流银，整个银锭完全没啥问题，包浆又是老味道。你这让我给你估价的话，妥妥的10万块钱没啥问题啊。你也别拿我开心了啊。这当时这是我的嫁妆。都是顶几百块钱。放心吧，大爷没拿你开心。你也说了，几十年前那时候值几百，那时候的几百的购买力可厉害了。再说了，银子这几年也翻了很多倍，最主要啊就是它这个古董属性，毕竟50两的银锭啊本身就很少。那你要照你这个样子说，我多给俺媳妇1万我留8万，我留着我养老了。可被你说着了。年纪大了，手里边就得留点钱，你这是也算是很圆满。要1万给2万，显得你也大方。这个再说你送给他不喜欢的东西了，对不对？他也不喜欢。再说你何必送他不喜欢的东西了？另外啊，这个手里边握了有几万块钱，想怎么花就怎么花吧，一举多得。好，谢谢你啊，没事。俺这朋友啊，真是健忘了借我500块钱不还我我今天趁他喝多了，顺手拿他一块破银元，看看值不值500块钱。钱你可以给他要回来，完全没必要趁他不注意拿他的银元。来，我看看啥样的银元。你不知道，朋友一场，500块钱不值当的提。当着的面吧说，显得身份。这也是我临时起意。既然拿出来了，你就给我看看吧。其实无论什么人啊，只要涉及到借钱，无论借多少，1是1，2是2，都得明明白白的给人家还回去。哎呀，我看你这个银元可不得了啊！
平脊乳皮盒的大青玄参，尾巴没出匀，前半笼，哇塞，还是一个阿后点儿，整体状态不错。你拿这个想卖500块钱，你这不是开玩笑了吗？你这赶紧来，给，还给恁朋友还回去。你这先不要着急，我这个朋友啊，虽说家庭条件不错啊，但是啊，他在家确实妻管严，手里面的零花钱啊少得可怜。他一直对外说啊，他这些银元都不值钱，一块价值绝对不会超过500块钱。所以说啊，我来问问你价值。说实话，你这个朋友啊，这叫低调。500块钱，你别说买这种龙羊了，你都包括现在的袁大头、小头，说实话都没有那么便宜的。跟你实话实说吧，你这个大青也不是什么便宜的银元。那朋友之所以说值500，应该也就是财不外露，他应该是不想让别人知道他有那么多钱。毕竟像你说的，他在家是妻管严，对吧？如果说价值高的话，对不对？他在家里边，他媳妇那一关他还过不了。你不告诉我，我也懂。一般像这银元也值不了几个钱。虽然说现在黄金白银疯涨，但是银子一克也卖不了几十块钱嘛，一个银元也就那么重一些。反正啊，我感觉上不了千。你这也太小看这银元了，因为你对这些东西不懂。虽说银元是银子做出来的不假，但是它又不按现在的银价来卖。银子你算咱全球产量巨大，你要多少？只要有钱都可以买到。但是这些银元它都不一样了，他们的存世量它是固定的，有些带板的呀更加稀少，具体能值多少钱啊，都是看它的状态来说话的。你也别扯太多了，反正啊他就欠我500块钱，你看看能给我多少吧，大不了多卖点钱，我给他多退少补吧。哎呀，刚才你也说不给他要了，这会儿你又多退少补，既然拿过来了，我给你简单的说说也不要紧。你这个大青玄参阿后点儿，它是大青玄参里边最贵的一个版。你像普通常见的前版、深版，现在价值也就不过万，大几千块钱。这个阿后点儿呢，它是在这个深版、前版里边比他们发行量要少很多。但是这个银元啊，都是要看状态的。你这个是 XF92，虽然说没给分，但是我看你这状态确实不错。大青主要是看它的花枝，你看这两个花枝非常深大，而且龙鳞也没任何磨损。主要是你这个壁面还带一点淡黄彩包浆，虽然说稍微有那么一丢丢的流通痕迹，但是字口包括它这个内齿都没有磨，状态整体还是不错的。就这么跟你说吧，就这你这一块现在市场价在15000左右。多少钱？15000。俺朋友说的不超过500块钱，你咋不信呢？刚才都跟你说了，那朋友是财不外露，知道价值了，赶紧给他还回去吧。低调是吧？对。这样好了，这样吧，都按你说的价给你我叫这卖了之后呢，我要我的500块钱扣下来，叫14000我还给他，心里钱也不是大风刮来嘞。这样做实在不妥，因为这东西啊值15000，他只欠你500，对，你完全可以把那欠500的账给他要过来。因为你喝了酒拿他的东西，完全还给他还回去不就行了吗？朋友说500块钱的事啊，太生分，我要了吧都。我这要不了，你这可不能因小失大。我跟你说我这比大家500块钱要回来，实在不行我找别人买去。还是想好再说吧。好。